好恶心！林鹤鸣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好，真不愧是他的女儿。来人，把他送去教坊司。什么时候绰约会低头了？什么时候再回来3年了，倒是有个人样了，就是不知道里面那套规矩学透了没。你娘当年名动京城，现如今你倒是跟她越发的像了。可你记好了，你再风光，也是林府养大的物点。春杏，这盆黑狗血赏给他。姨娘，老爷还在府里等。行了，从这种地出来，去晦气，老爷不会说什么。别打老爷的主意。哼，退！你的东西，你自己看好了。按住他！看来你在教坊司被人折磨了3年，该学的规矩一点都没学过。姨娘，使不得，这张脸打坏了，老爷那边不好交代呀。林管家，把他送去广云台，告诉老鸨，这种最下等的货色，就要用鞭子好好教他怎么对主子低头。要放进去了。那冷面阎王在边境当了10几年的和尚，今儿高低得让他开个荤。放了，足足加了3倍的料，今晚就是块石头也得给他烧化了。这脸怎么搞成这样？大理寺少卿府上送来的货，刚挨了顿教训，不过底子绝色，还是个厨。2位爷放心。行了，能听响就行。进去吧，把咱们将军伺候高兴了，少不了你的赏。将军，既然你们把我送入这龙潭虎穴，那我就在这虎穴里，给自己找一个林府惹不起的靠山。出去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将军赎罪，奴家重新取根弦来。这脸谁弄的？敢跟我亮爪子的，你是第一个。
出去，趁我还能稳住，滚！将军在怕什么？败战无惧，偏偏扛不住心底那点怦然心动。这般忍着很累吧？还是不敢承认心动？你偏要招惹我。这把也不痛啊。痛才知道自己还活着。痛才知道自己还活着。赵征，属下在。昨晚那姑娘谁送来的？去把广云桃的管事给本将军拖进来。属下遵命。将军饶命！昨晚那姑娘，那是大理寺少卿林鹤鸣大人府上的，说是最下等的货色，要送来调教。林府下等货色，既然是林府的人，那本将军倒想好好见识一下。谁准你自作主张把他送去广云台的？说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了一个从外头捡回来的小贱人，用家法羞辱我。你闭嘴！是他故意在人前羞辱我，我才……姨娘，难道不是你亲手把我卖进广云头的吗？叔叔，姨娘也是一时糊涂，念儿受得住，不怪她。你滚回你的院子去！好得很！小贱人，咱们慢慢来。昨晚谁碰了你？不说是吧？叔叔，我这张脸和娘这么像，您真的舍得下手吗？应叔，你当年要是也这么乖，该多好。回房去，洗干净。昨晚上的事我不想再提。今夜林府宴请有外男，你就不要出来了。记住，念儿，你是我的，这辈子都是。姨娘，您看，老爷平日里瞧着多宠那小贱人似的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不还是不让她出门？到底是个见不得光的东西。你懂什么？老爷那是怕自己藏着的金丝缺被别人看了去。不过既然是玩物，又何必自己藏着掖着？让大家都看看，也不失为雅兴。小厨房今日做的云片糕不错，让沈念送去前厅给各位大人尝尝。是，姨娘。大小姐，姨娘让您亲自把这碟云片糕送去前厅，给几位大人尝尝鲜。宋双华要的是我被那些官员看见，送到林鹤鸣面前的一碟糕点，就是递到他手里的一把刀。哟，林大人，府上竟藏着如此标致的美人儿，
从前怎么没舍得让我们见见？诸位说笑了，这是本官府上的养女，一个小丫头罢了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养女？林大人这养女养得可够精细的，这气派，比寻常人家的小姐还珍贵。哈哈哈哈哈！诸位莫要拿个孩子打趣了。喝酒。滚回去，跪着等我。镇北大将军谢崇远到！这个疯子，他怎么会来？小心些。多谢将军。林伯父，您不够意思啊！今日林府宴请竟没有我的帖子，亏我从边关特地给您带了烧八子回来，一路捂着，生怕凉了。崇远说笑了，你难得回京，我怎好意思拿这些俗事扰你？快坐，快坐。叔叔有贵客到，念儿先退下了。哎，林大人，怎么谢将军刚到就赶人走啊？莫不是怕跟将军府当亲家？念儿，既如此，你就留下，给谢将军和各位大人斟斟酒。崇远，今晚就留在府里，尝尝老夫的绍兴女儿红。念儿，去给谢将军满上。那晚辈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将军恕罪，念儿手滑了。帮我偷情。林伯父，您这酒劲儿够大，晚辈这才喝了几杯，就有点上头了。叔叔，念儿身子有些乏了，想先告退。明树阁，林鹤鸣从不让人靠近这，否则按家法处置。属狗的，你跟这么紧做什么？不是你说偷情吗？偷情不跟紧点，早偷。别看了，从我在更衣室出来就跟着。小东西，你利用我把人引过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听好，宋双华的人看见你进了宁树阁，一定会去报信。半盏茶之内，你一定要离开。林府地形复杂，一定要快。你算得到准，所以你把我叫来，就为了让我翻窗跑。算不准，你我就得死。既然是偷情，那总得来点真的，不然别人怎么信？半盏之内，你得快点。好。
慌什么？慢慢说。什么？他竟敢私自进那个地方不说，还在那里私会！好啊，春杏，你立刻去前厅找老爷，我这就带人去围了宁书阁。你们就在这院外守着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上楼。是。苏应由，你看见了，你的女儿今晚就要死在我手上。好你们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！老爷不好了！大小姐她跟镇北大将军谢崇远在宁书阁私会，两个人关了门，点了灯，姨娘已经带人围着了。哟，那可是镇北大将军啊，跑到林府跟大小姐私会。林大人，这养女胆子也太大了吧，简直没把你这个养父放在眼里。走走走，咱们跟着去看看。若要是真的，这林府今儿可算热闹了。去宁书阁。我分明算准了一盏茶的时间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到？进去。你让我堂堂将军躲柜子里，翻窗会被抓，柜子够深，别出声。等他们走了，我放你出来。好你们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！怎么会，老爷？春县亲眼看到沈念和镇北大将军谢崇远在这宁书阁偷情，妾才带人围了这里。那灯谷子一定藏起来了。你有没有？叔叔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不要！沈念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衣柜里藏的是什么？要我当着诸位大人的面一件一件翻出来吗？姨娘，这衣柜里都是我娘的旧物，她生前穿过的衣裳、用过的首饰、读过的书，全是叔叔这些年一件一件亲手收进去的，从不许旁人触碰。叔叔最在意这些东西，姨娘当真要当着如此多人的面打开它吗？够了，闹够了就回去。老爷，他就在你眼前藏了男人，您还要袒护他？我说够了。老爷，今日这柜门，妾身开也得开，不开也得开。谢崇远，你果然没有让我赌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春燕亲眼看到的，妾身也看见了，那窗纸上两个人亲热的影子，清清楚楚，做不得假。窗户，他从窗户跑了！窗户，他从窗户跑了！够了！诸位大人，今夜府上有些家事要处理，恕不远送。春杏，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是
姐有没有把点心送到？奴婢发现小姐出来后没回房，这才跟着的。姨娘，您明明知道叔叔不喜欢我见外男，还特意让春信来叫我去前厅送云片糕。你故意的！老爷，若说故意，那沈念就不是故意了吗？他明知此处是林府禁地，明知进了宁书阁就是犯了家法，他为何还偏要进来？叔叔过几日就是生辰了，念儿在教坊司3年，什么都没能给叔叔带回来。念儿想着，若是能找到一样娘的东西，做成荷包送给叔叔，叔叔或许能高兴一些。念儿愿受家法，叔叔打我吧。这是什么？念儿在教坊司的时候，管教的嬷嬷说是有人交代的，念儿还以为是叔叔嫌弃念儿了。回来这些天，念儿不敢说，也不敢问，怕叔叔觉得念儿在诉。起来，穿好。这次不罚了，以后不许再来了。林管家，老爷，他背上的伤，你当初送他过去，怎么交代的？老爷明鉴，老奴只跟教坊司的办事说大小姐性子倔强，让他们稍加管教即可。老奴从没有让人伤害过大小姐啊。那他背上那些伤是哪儿来的？难不成是他自己打自己？去查谁受的意，谁动的手，谁看着他挨的打，立刻给我把人带来。老爷，您看清楚，他是在演戏，他今晚就是故意引我来这里的。故意引你？他怎么引你？是你自己带着人闯进来的。2个人在帐子里卿卿我我，不知廉耻，难道那也是妾身编的？那个谢将军人呢？他若没来，窗纸上的人影是谁？念儿，谢崇远今晚到底有没有来过宁书阁？叔叔，宋姨娘带着侍卫把宁书阁里3层外3层围了个严实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叔叔是朝廷命官，今夜府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若传出去说林府2夫人为了构陷一个养女，连镇北大将军名声都敢攀扯，外人会怎么想叔叔？会觉得林府治家无方，还是觉得叔叔连自己的后院都管不住？闭嘴！老爷，您别听他胡说，妾身真的看见了。老爷，教坊司管事嬷嬷招了。夫人，救命啊！老奴是按您的吩咐办事的，是您说让那丫头吃够苦头的，打死也没关系。夫人不能不管老奴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本夫人何时吩咐过你？你一个教坊司的贱奴，休要攀咬！他让你怎么打的？夫人说那丫头性子倔，要往死里打才。用什么打的？马鞭沾了盐水的。去，把他按在地上。老爷，您听妾身解释，那都是教坊司的人自作主张。你刚才说你没吩咐过他，那你又怎么知道是他自作主张？他当初怎么打的，你就怎么打，打完了自己滚回教坊司领罚。打！看清楚了，以后没人敢再动你。都撤了吧，把院子里的人也撤了。是。
小贱人，你害我！你从一开始就算计我，不得好死！你跟你那个短命娘一样，不得好死！你跟了林鹤鸣这么多年，拼了命为他生儿子打点后院，替他笼络官眷，到头来不还是个妾室？这主母的位置，他林鹤鸣宁愿空着，留给一个死人，都不会给你。我这背上一共103条鞭痕旧伤，姨娘今日受的，不过是我在教坊所这3年苦痛的一虚罢了。打！打！把他带回去，上药，别让他死了。春杏，今天你也看见了，想害我，还要看你们有没有本事。我在门框上听了半晌，竟不知道我的小狐狸手段这般了得。谁也并非生来就懂这样作践人的手段，只是经历的多了，就会了。我喜欢，这世间的女人都一个样，守着3纲5常，把教条活成枷锁，桎梏了野心，磨平了爪牙，却没几个敢真的为自己算计一回。你不一样，刚时间太短了，现在你得补偿我。乖，现在不行。怎么？林鹤鸣不会完全相信我的。你从宁树阁消失到现在还没露过面，他已经起了疑。下次怎么见？走。叔叔喝了酒，该早点回去休息才是。今晚闹了这么一出，已经被那些官员看了笑话，若再让人瞧见传出去，只怕要被人注实了闲话。谢重远，今晚到底有没有来过宁书阁？叔叔若不信，现在就可以让人去将军府问。最好是这样。念儿，你父亲还在我手里，你应该记得，他的命捏在我手里，只要我高兴，他就能活着。说不定有生之年，我还能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。所以你最好听话，别闹腾。将军，属下早已经差人去林府那边递了话，说将军宴上不胜酒力，
早早就回府歇下了。军中禁酒，本将军酒量不好，是应当的。将军，属下多嘴一句，林家那个大小姐，可是当朝奸逆林鹤鸣的养女，林鹤鸣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，您心里清楚。您对林家的人这般上心，将军，您别忘了，您这谢家将军只是表面，您真正的身份还担着更重的东西。他姓史，他身在林府，不代表他就该是林家那把刀上的一块铁，盯着他，他还用得着我？你下去。爹，等我，我一定找到您，把您救出来。谢重元，你是我唯一赌命的棋子，但这颗棋要怎么下，在我。大小姐，老爷的生辰快到了，府里上下都在筹备，您这个节骨眼上出门，恐怕老爷知道了会不高兴。管家，我就是想去给叔叔裁一身新衣裳，绣装的料子得提前订，针脚也得慢慢绣。若是耽误了，赶不上老爷生辰那日穿，您负责吗？管家跟着吧，省得叔叔不放心。换一辆。大小姐要换什么样的？林府的门面，走出去不能寒碜，要林府最大、最扎眼的那辆马车。管家，量体台衣得贴身量尺寸，您要亲自跟进来看看吗？老奴就在门口等着，大小姐慢慢挑。我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沈大小姐今日好招摇，朱漆的4驾马车，锦缎庄，里里外外多少人看着。据我所知，您可从不是这么高调的人。我若不高调，谢将军又怎知我去了哪里？你怎么知道我派人跟着你？不知道，只是在赌。我赌你会来。说吧，这次又是图什么10几年前，有个叫沈怀瑾的教书先生，曾是翰林院学士，辞官后突然被人扣上罪名，关押起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要你帮我找他。沈小姐拿我当刀使，还藏着掖着，你不如直接说，让我帮你找你爹。你查我？你这把我身子都要了的小狐狸，不查清楚，以后找谁负责？长话短说，外面那个管家怕等不住。好，3天内。大小姐，料子挑好了吗？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府了。好了，走吧。
爹，再等等。沈念，你果然上钩了。他走了，他真的上钩了，这回看他怎么死！等老爷知道他深夜劫狱救走朝廷钦犯，这小贱人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填的。朝廷钦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钦犯是谁。你确认过了，消息当真可靠。姨娘放心，奴婢在将军府里好了数年的相好，是专门给谢重远伺候笔墨的小厮。谢重远写那封信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亲眼看着的，一个字都没落下。而且奴婢也让人打听了，平城庄东边那个地牢里确实关了个姓沈的，已经10年了，都对得上。地牢的看守都买通了吗？务必要让沈念把人救出来。办妥了，看守那边奴婢递了银子，今晚丑时换房，不会有人拦的。老爷今晚也不在府里，正是最好的时机。嘿嘿，备车，去他们回来的必经之路上等着。姨娘，咱们不直接跟上去吗？若是能在地牢里抓个人赃巨货，那比在路边堵着要铁证如山的多啊。夜深宵禁，那小贱人的心比针尖还细。是，若让他察觉身后有人跟着，哪怕只是一丝风吹草动，我们满盘皆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等。姨娘，杀手都埋伏好了。姨娘来了，沈念带着人过来了。沈念啊沈念，饶是你千般聪明，也得知道你始终是这林府养的鸟，飞不出去，你斗不过我。姨娘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今夜出府是叔叔交代的，姨娘若不信，等叔叔回来了，你亲自问他便是。叔叔真能编啊！你今晚不就是想救你爹出来吗？现在如愿以偿了。你身后那个人是谁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做了这局等你跳，你跳的可比我想的漂亮。10年了，我根本不知道爹在哪里，我连他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，又怎么敢去劫什么地牢？姨娘，我没有忤逆叔叔的意思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局来害我？别演了，老爷今晚不在，没人能护着你。来人，把这2个东西给我拿下！慢着！前些日子宁书阁的事，姨娘后背的伤不疼了。叔叔最在意什么？姨娘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这张脸，这双眼睛，你今晚若真让人伤了我，叔叔回来看到，姨娘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沈念，你跟你那个娘一样，生了一张会骗人的脸。你娘当年就是用这张脸、这双眼睛，把林鹤鸣勾得神魂颠倒，不惜闯沈宅也要得到他。可惜了，你娘的命太短，竟亲手死在林鹤鸣手里，真是活该。不过，你这种人，难道当真心甘情愿当一只笼中雀？若不是林鹤鸣挟持了沈怀瑾，你会安安稳稳待在这林府里。你巴不得插上翅膀飞得越远越快。叔叔待我这般好，我可没有姨娘说的这个意思。那你又何必大费周章、掏心掏肺的去寻你那个爹的下落？不过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若是今晚就这么把你们抓回去关起来，
再抬到老爷面前，你这双眼睛再那么一哭，老爷心一软，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，得不偿失的只会是我。别废话了，杀！我说慢着！姨娘好聪明，你的情报网竟比叔叔的还要厉害。你设了局让我跳，若我被抓跟了你回府，那叔叔必然要罚我，轻则禁足，重则家法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可你也知道我未必肯束手就擒，所以你备了杀招。若我今夜不肯乖乖就范，你便打算直接杀了我，然后回去告诉叔叔，说我深夜出府遭遇匪土，横死荒野，死无对证，叔叔就算心疼，也查不到你头上。不得不说，沈念，你确实聪明，能让林鹤鸣喜欢了这么多年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可惜了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吧，杀！我看谁敢！你方才说要杀谁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是你？明明是沈怀景，明明地牢里关的是沈怀景，谢重远那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怎么会是你？将军在战场上都不曾如此紧张过，咱们的人全是精锐好手。刚才那杀手若是真到了沈姑娘眼前，早被一箭射穿了。您这是瞎操心。撤了吧。叔叔，没想到姨娘这么心心念念想要念儿死，到现在了，还在盼无念儿。这事本来念儿不想说的，可今夜若非叔叔亲自走这一趟，念儿怕是连命都没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念儿也不得不说了。说。叔叔请看。念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只以为是有人想要害念儿，可念儿不敢声张，怕惹叔叔烦心。叔叔可认识这个自己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老爷，不是妾身写的，妾身不知道什么信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沈念陷害妾身。你不知道？那你为什么知道今晚要来这条路上等？偏偏你说你不知道这封信。回去再好好收拾你。念儿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快去快回。是，念儿明白。看来学不乖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算到这一步？姨娘都已经知道谢重远与我接触了，何不再等等呢？找到我爹的消息，你想办法放给宋双华。你要让林鹤鸣站在你身后，亲眼看着宋双华入你的套。只有他亲眼看见了，宋双华才翻不了身。
也只有他亲手抓住了宋双华的把柄，他才会信我。好。看好了，谢将军，今日你着急叫我来，到底什么事？这事你怎么搞到的？我怎么搞到的你别管，林大人只需知道，这份东西你需要。为什么给我？不白给。林大人也知道，我在边疆那支军队辎重一直不够，朝廷的银子层层拨下来，到我手里只剩点渣子，我不能亏了自己的兵，所以我要钱。好说。好说。对了，除了钱，我还要人。谁？你府上的大小姐，沈念。谢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若是有需要，林某可以替你寻更好的姑娘，你开口。双倍的银子也无妨，沈念不行。林大人误会了。1年前，我在北境打仗，被胡王所伤。一个路过的女人救了我，那人眉眼与贵府大小姐极为相似，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手腕上有一处月牙形的胎记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沈大小姐是不是当年救我的那个人？若当真是她，我谢某欠他一条命，理应报答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小女在教坊司3年，连林府都不曾回过，怎可能出现在北境？不过大将军若只是想确认一番，倒也好说。老夫立刻命人回府，把念儿带来给你看看便是。林大人以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勾当？这大雨夜，林府的大小姐被您叫来将军府，前后脚进出，您觉得外面那些眼睛会怎么看？多谢将军提醒，是林某思虑不周。那依将军之让赵深传个信就行，请大小姐独自前来，我当面看一眼便是。若真不是我要找的人，我谢某也念你这个情。不是，眉眼是像，但手腕上没有胎记，看来并不是我要找的人。林大人、沈小姐，本将军乏了，二位请回吧。林大人留步，我们将军有件事，让我提醒大人一声。将军让我提醒大人，大人近来高调，朝廷已经有人盯上你了。将军府今夜刚劫了一个在户外窥探的朝廷眼线，为防沿途还有，大人回府最好从平城庄小路绕行。将军深知这份名单正是兵部侍郎所急需，否则大人也不会雨夜冒险来将军府。但这份东西，大人若是自己去送，恐怕不妥。知道了。宋双华就在前面等着，他看见的只会是我和林鹤鸣从平城庄方向来，但他会以为我已经救到了人。谢崇远，你竟比我想的好用太多了。书中常听淡青色和你，繁华落笔也多情。一个小狐狸，用完了我就想甩掉。将军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身上，想来我也是跑不掉的。哼，
知道跑不掉就好。那将军打算拿我怎么办？我还能拿你怎么办？以后不许叫我将军。十分好人间，三分愉悦，与七分和你相见。不愧是我的小狐狸，连宋双华的手都能用。他买通了地牢守卫，倒让你畅通无阻的来这一趟。可今晚这个局，但凡有一步错了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想过。若没有后手，我也不可能只一味行险招。不过还要多谢将军。若无将军发现身边伺候笔墨的小厮是春燕的相好，恐怕我这局确实做不了。可惜你还有自己的事要做，不然我定抓你去北境，在我帐下做个参谋。将军这句可惜，竟不因为我是个女子。这世上有才有谋的女子多了，只是一个个被深闺的规矩框住，动弹不得。若女子能参政，这世道怕是另一番景象。赵将军，拦着我是何意？沈姑娘，属下爹，女儿来晚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我们回家，我带你回家。沈大人关在这10年，没见过一点阳光。地牢潮湿，天天被提审，不给吃喝是常事，挨打也是常事。属下打听过了，这10年他被人用刑不下1000次，早疯了，话都不会说了。爹，女儿来救你了。咱们回家。我在。我在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是我爹？凭什么是我？他们都该死！宋双华、林鹤鸣，他们全都该死！赵征，给我砸了这个地牢，救沈大人出来。将军，这是死囚地方，里面的囚犯都是朝廷定罪的死犯，私放死囚是死罪，将军三思。出了事，我一人承担。去。不用了。我7岁那年，亲眼看着我娘被林鹤鸣抹了脖子，血流了一地。她倒在我面前，眼睛没闭上，我就站在旁边，看着她的瞳孔一点一点散开。那之后，林鹤鸣给我们全家扣上莫须有的罪名：通敌、谋逆、私藏军械。一夜之间，沈家上下71口人被屠戮殆尽，只为了他那点所谓求而不得的爱。我娘死了，我爹关在这里10年，71口人，连个坟都没有。今天你为了我平了这地牢，救他出去，然后呢？你无端受牵连，
私放死囚是死罪，军法、朝法哪一条都绕不过去。可林鹤鸣呢？他还是高高在上的坐在大理寺少卿的位置上，锦衣玉食，左右逢源。我还是那只飞不出林府的笼中雀。你救了他，你自己呢？你说不定会跟我爹的下场一样。谢重元，我要你活着。你少担心我。谁不知道我谢重远被人叫北境阎王？地府不敢收我。如今老皇帝重病，太子还年轻，林鹤鸣虽位不高，但朋党盘根错节，权柄极重。这样的奸佞当道，把持朝纲，我朝岂有盛世可言？以前我的眼睛只装得下家恨，只看得见后宅那一方天地。可这些年，因为林鹤言家破人亡的朝臣，又何止沈家一门？他们也是女儿，也是父亲，也曾在某盏灯下等着亲人回家。他们本该活在盛世里的，可盛世不该只是没有战乱，盛世是好人不用跪着活。那这条路，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走？走一条唯一正确的路。曾经我把你当棋子，可往后你我互为利刃。好，互为利刃。现在不是救他的好时候，但我一定会救他出来。将军，沈姑娘，属下算过时辰了，从平城庄到兵部尚书府再折返回林府的时间已经过了。沈小姐若此刻回去，恐怕会被林鹤鸣怀疑。明天一早，安排几个百姓报消息，就说昨夜官道上有贼人劫盗劫财，已经被巡逻的官兵抓获押入大牢了。属下明白。去吧。往后每月初1、15，我都会去青玉观为我娘祈福。届时，只有管家跟着。将军，朝廷那位来了密信。该走下一步了。我定不负你所望，铲除奸佞，还我朝盛世。将军，走吧。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回叔叔，平城庄那条路今夜不太平，听说有贼人劫盗，念儿绕了好大一圈才绕过去。回来的时候又碰到巡夜的官兵盘查，耽搁了些时辰。带进来。小贱人，你害我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跟你那个短命娘一样，不得好死！叔叔，姨娘怎么处置？杀！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能杀我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替你操持后院，替你打点官欠，替你生儿育女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老爷！你忘了当初你落难的时候是谁家帮的你？你忘了儿子是谁生的？你不能为了这个小贱人这么对我！你若杀了我，我宋家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你坐得稳这个位置，没有宋家在背后给你铺路？关禁闭。
这3年，教坊司的折磨，明术阁的算计，雨夜的刀，终于都结束了。母亲后日就要回来了！你杀了我，对他怎么交代？他回来若看不见我，你试试看，他会不会放过你？住手！林墨清，林墨清，宋世华和林鹤鸣唯一的儿子，小时候便阴险狠戾，骨子里就带着淹死。那年我才吃几岁，后来林鹤鸣把他送走了，一直养在宋家那边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为了沈念那个小贱人，把亲生儿子送走，10几年不让他归家，现在还要杀他娘，你没信？林鹤鸣，你没有信？带下去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踏出院子1步。叔叔，念儿有些乏了，想先回去歇着。昨夜是你跟谢崇远最后一次见面。是，念儿知道。若是让我知道你们还有往来，念儿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做？叔叔放心，念儿记得。叔叔待念儿这般好，念儿不会让叔叔失望的。墨清什么时候到？回老爷，少爷信上说15过后正是后日。但少爷信中还提到，他这次回来带了一个人，仿佛跟大小姐有关。还好吗？都好。我以为你不会拜佛，这世间的人也是可笑。佛家最忌贪嗔痴，可世人跪在这里，求的偏偏全是欲望。求的未必是那尊高高在上的神佛。世人跪拜的，不过是自己心里那一点放不下的念想。求神佛不如求自己，可求自己太苦了，只能寄希望于这虚无缥缈的神佛。我想你了。林鹤鸣一党的罪证，我已经在收集了。林墨清回来了，我要你帮我查他。好。墨清回来了，比信上说的早了1日。你作为妹妹，也该去见见。好。阿唐，没用的东西。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，妹妹。这么多年，你就不想我这个当哥哥的吗？哼，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来，
跟你儿时的故友打个招呼。阿念，自从你家10几年没见过了，你还好吗？你放开他！林墨清，你凭什么拴着他？他不是你的物件！不要解开！我习惯了，你不要管我。妹妹，来日方长。小时候给你的，现在我会加倍给你。我不能怕。林墨清这些年在外省没有一天消停过，纵奴行凶，强占民田，打死过3个下人，全被宋家按下来了。他这次回来不是探亲，是林鹤英往京城安的一颗钉。他手里那个阿唐，我已经查过了，他本名叫陈唐，父亲叫陈守正，10几年前曾是林鹤鸣门下的幕僚，和沈家交好。沈家出事之后，陈守正私下收集证据，想替你父亲翻案，可东西还没递出去，就被林鹤鸣截住了。他是替我受的，他父亲替我父亲收集证据，他替我受这些折磨，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10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必须救他出来。我明白，但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少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就是沈念害的姨娘，她做局让老爷把姨娘幽禁起来，老爷至今对姨娘不闻不问，少爷你一定要替姨娘做主啊！知道了。念儿，你近来去青玉关，是不是太勤了些？叔叔的生辰快到了，念儿去替叔叔求了一道平安符，还在大师那里抄了几卷经文，想着替叔叔祈福。对了，父亲，我屋里这个丫头说是沈念小时候的旧识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不如让她跟着沈念吧，也算个人情。反正我屋里不缺人伺候，就当给妹妹的见面礼了。也好，念儿身边确实缺个提理人，你以后就跟着大小姐吧。是，多谢叔叔，多谢哥哥。阿童，疼吗？你小时候被我娘梳头，比这个疼多了。你娘给我梳头的时候，你就在旁边笑，还拿糖葫芦缠我。你后来抢走了我的糖葫芦，陪你。阿念，你爹的事情有些东西可能还在。当年我爹收集的证据有一部分在你爹身上。我爹当年说东西太重要了，放在哪里都不安全。给沈舍波送行的时候，他把一部分证据缝进了沈大人的衣襟夹层里。证据在我爹身上。你是说，这10年他一直带着那些东西？他还活着，东西应该还在。阿念，这些年我被林墨清折磨，被拴着脖子当狗一样养着，我每一天都在想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踩着我们的骨头活得那么好？我恨不得他们全家都死。阿念，你帮帮我，只要能让林家遭报应，我做鬼都愿意。还不是时候。我答应你，那一天不会太久。将军，林鹤鸣一等朋党的罪证已经收集齐了，只是沈大人的冤案证据还没查到。当年那桩案子的卷宗被人为抽走了几页关键记录，兵部和刑部的存档都对不上。若要翻案，必须拿到原件，但只要拿到了，就能顺理成章救沈大人出来。届时林鹤鸣就算想拦，也没有名目了。知道了，人马备好，很快就能用上了。皇帝怕是不行了。
太医已经递了话，最多还有1个月。太子太年轻，朝中没有任何根基，那些老臣们各怀心思，谁都不会真心去扶一个毛头小子。这时候若能压住局面，独揽大权，是最容易的。父亲，儿子倒有一个人选。谢重远，你疯了！他是个纯臣，北境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从不参与朝堂掌派，不站队不结盟，拉拢他。父亲信上不是说谢重远主动递了一份名单给你？他若真是个刀枪不入的纯臣，那份名单又是怎么来的？对谢重远这样的人没必要争取，他手里的兵，他北境的威方，那是实打实的。咱们要的是他的刀，不是他的心。只要利益够大，诱饵够香，他自然会咬。等他咬了饵，那条线就攥在咱们手里了。容我想想。他又打你了。求求你了，念儿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知道我爹被关在哪里，明天叔叔要外出商事，不在府里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只要拿到证据，我们就能扳倒林家。真的。哎。林墨清的牌子，你怎么拿到的？很早之前，他喝醉了，我偷的。我们动作一定要快，一定要找到证据，才能救沈伯伯出去，也不枉我父亲为了沈伯伯平冤含恨。为什么不脱？这一下，替我父亲还你们陈家的。你真当我会相信林墨清那样的人会放你来找我？他那种控制欲，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在他眼皮底下。他怎么会让你偷到玉佩，让你坐着马车光明正大的出府？阿唐，你知道什么叫为虎作伥吗？被虎吃了的人会变成伥鬼，替老虎引路，替他骗下一个受害者。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阿唐了，你被林墨清训成了伥鬼。你怎么会有这么缜密的心思？我娘那么精明的人都能被你算计的翻不了身，我的好妹妹果然很厉害。林墨清，沈家当年是怎么被栽赃的？通敌、谋逆，71口人一夜之间死尽，你爹到底伪造了什么，才能让满朝上下连一句质疑都没有？71口人，你爹不过是个翰林院出来的穷叔子，一封信就够了，一封你家与北狄勾结的信，落款是你爹的笔迹，印是你家的私印，然后你爹的同党连夜供认，这些足以让你沈家消失。阿唐，过来，这就是你痛苦的根源。当年若不是他们沈家，你爹不会死，你不会被卖去青楼，不会受那么多苦。杀了他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手上的血洗干净了，你就可以重新开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刺下去，刺下去了，你就自由了，你再也不用做谁的狗。
差点就听了他的话。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我带你出去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那糖葫芦下辈子再给我。阿糖！妹妹，你这个样子真好看。你知道我小时候为什么那样对你吗？把你推到井里，用夹子夹断你的腿，把你从假山上推下去。我跟我爹相反，他喜欢你笑，而我就喜欢你这张脸哭起来的样子。你越哭我越高兴。我爹老了，心软了，他居然留了这种东西10年。我不一样，蝼蚁就该踩死。你也好，你爹也好，你们活着没有意义。疼不疼？叫大夫，立刻。小狐狸，这是最后一次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林墨清一定会把阿唐当饵，他放他来我身边，不管他们的下一步是什么，我们必须将计就计。说出真相之前，你一定不能露面，无论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能出现。答应我，好不好？就当是为了我。你知道吗？我心甘情愿被你利用，从小到大没有哪个人敢这样拿着命去赌。我不怕你算计我，可你不该事事都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地方。我会怕。再等等我，等我可以做你的盔甲。盔甲又如何？软肋又如何？若你出了事，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答应你，最后一次。我答应了你的。带回去。是。你们是一起的。朱大人，方才林墨清亲口认了当年沈家的冤案，伪造书信构陷忠良，过程您都亲耳听见了。林家为一己私欲，构陷沈家通敌谋逆，造成沈家上下71口冤死。本官即刻禀明圣上，按律法重新审理沈家一案，还沈家清白。爹，我终于能接你回家了。你看，我说了，你身边的人都会一个个死在你面前。你娘，你全家71口人，阿唐现在是你爹，你什么都留不住，你想救谁，谁就会死。你痛吗？你越痛，我越高兴。来啊，你杀了我呀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杀了我，你谢重远就什么都完了。你以为你干净？你今天出现在这里，私闯死囚地牢，杀朝廷命官之子，你还想当你的纯臣？你做梦！谢重远，你答应我的。念儿，念儿，是你吗？爹，是我，我是念儿。你看看我，我长大了。你像你娘，
睛像他。当年他抱着你站在门口，说咱们念儿长大了，一定是最好看的姑娘。爹，你尝尝，我带你回家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爹！你看什么呢？看我夫人。娘，给你花。我们念儿真漂亮，以后爹爹舍不得你嫁怎么办？那念儿就永远陪着爹爹和你。沈念，你就是个灾星。你看看你身边还剩下谁了？谢重远吗？你信不信下一个死的就是他？来呀，杀我呀！你谢重远不是北境阎王吗？杀了我你就能替他报仇了。来，松手！沈家的案子还没重审，你杀了林墨清，今天在场所有人都是死罪。我沈家会永远背着通敌叛国的罪名，一辈子翻不了案。我爹、我娘、沈家71口人会永远背着脏水，永远洗不清。还有那些因为林家入狱的人，他们还在等清白。他们可能因为你这一件，就再也没人一心一意的想还他们清白了。沈姑娘，沈姑娘心怀大局，实属难得，本官定当竭尽全力为沈家平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慢了，是我不够好，才让你一次次失去。对不起。不怪你。周生，大夫！将军放心，沈姑娘的外伤已经处理好了，没有伤及要害，只是失血过多，加上惊惧忧思过度，才一直未醒。静养几日便能恢复。将军，将军，那位来密信了。果然不出将军所料，沈姑娘昏迷，在将军府的消息已经传出去后，林鹤鸣坐不住了，他集结了朋党，联名上书弹劾将军，罪名是北湖一战后将军私自挪用军饷赈济百姓，弹劾奏章已经递到了御前。林鹤鸣的意思是请圣上对将军问斩。好啊，哼，林鹤鸣终于坐不住了。将军，眼下怎么办？我们不能急，他越急就越容易露破绽。这份弹劾正好，动静闹得越大，朝中盯着他的人就越多。将军，将军，沈姑娘醒了。
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我爹还在院子里，我娘还在绣花。我推门进去，他们都在。然后我醒了，人没了就是没了，哭完了，该做的事还得做。林墨清必须放，祝大人那边翻案还需要时间，这个时候扣着人，林鹤鸣就有借口发难。放他回去，林鹤鸣反而会觉得我们怕了、慌了，他会更急。他越急，就越容易出错。你猜的没错，林墨清我让人放了，祝大人那边也已经在走翻案的邻居。林鹤鸣现在正忙着串联弹劾我，顾不上别的。沈念，我想娶你。我知道你身上背着沈家的冤，你爹的命其实一口人的血。我可以等你把该做完的事都做完，那时候你如果还愿意，我十里红妆娶你；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就在这儿守着。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有一天我成了桎梏你的棋子，成了你往前走的那条路上必须放下的东西，你一定不要把我放在第一位，像我们之前说好的，去走那条唯一正确的路。不会了，我谢重远发誓，永远不会再让你一个人。这条路我们要一起走，什么棋子，什么牺牲，往后都不许你说这种话。你是我要娶的人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并肩走到最后的人，所以别想着让我丢下你。好，答应我的事不许反悔。爹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袒护他？他早就背着你跟谢重远勾搭在一起了，从宁书阁那晚开始，步步为营。他把娘送进地牢，把你儿子钉在墙上，你以为他对你还有半点真心和感激？他心掏出来比谁都黑。我还没死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谢重远的弹劾奏章已经递上去了，他自顾不暇。沈念的事，我自有分寸，你管好自己就行。之后，你为了他把我送走，现在他要把全家都害死，你还护着他。我说，你说什么？林大人，你心软了，你分不清谁是真的为你好了。我看你疯了！来人，把少爷给我禁足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踏出院子一步。明日起，林大人告病，朝中一切事务由我代劳。你什么时候？从我离开林家的那天开始，父亲好好歇着，家里的事儿儿子来操心。月映射九州发案相映成了追捕生死到手。你们说，现在有个女人想要我死，我该怎么杀她才最舒服？哎呀，爷，杀多没意思啊！死只是一下子的事儿，生不如死，那才叫痛快呢。你说说，说得好，爷重重有赏。那还不简单吗？让他身边一个亲人都留不下，再让他想要的人得不到，
想守的人守不住，一个人在世上活着，却像泡在冰水里，从里到外都凉透了，那可比死了难受10000倍呢。爷，您想啊，一个人要是连盼头都没了，那活着不就是活受罪吗？你好生照顾自己。将军放心，边关有急报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北境最近不太平，有人在边境蠢蠢欲动，我必须亲自去一趟才能稳住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留在将军府里，哪儿都不要去。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得答应我好好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大将军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？那你亲我一下，我就信。谁要亲你？你不亲，我就不走。边关的人等着就等着。你怎么找到这种地方的？北境回来那会儿路过一次，想着你肯定喜欢，一直想带你来的。好看，配你。你就这么糟践你夫君的？谁是我夫君？你还不是呢。那你给我个名分，我马上就是。你去了北京会想我吗？现在就开始想了。够了吧，够了吧，热死了。等我。好。将军，人马已经点齐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赵征，你留下来。北境那边我带副将去就够了，你留在京城，他若少了一根头发，你自己提头来见。属下领命。赵征是你战场上最信得过的人，你把他留给我，北境那边你怎么办？北境那边我有副将，可你要是出了事，我在北境也坐不住。你的小狐狸什么样你不知道，我狡猾着呢，你还不放心？那你答应我，平安回来。答应你，不许受伤。尽量。什么叫尽量？那就答应你。我等你回来。
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叔叔，你当真不知道为什么？你把我娘害死的时候，把我全家71口人灭门的时候，把我送去教房司的时候，你从来不曾问过我愿不愿意。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对你，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，为什么别人不能这么对你？妹妹，你可能还不知道一件事，你那位谢大将军今天早上离开京城，不是因为北境出了什么军情。他被贬了，弹劾他的奏章是我们递的，一桩桩一件件，从北湖军饷到私结党羽，现下老皇帝垂危太子监国，已经下旨剥夺兵权，贬弃北境，吴兆永不得回京。不可能，不会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不会。谢重远回不来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下一个就是他。哼。我该相信他的。我保证，等我回来。再等等。谢重远，你布的局我已经猜到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莫青，你把他锁在暗室里还不够吗？你还想把他怎么样？爹，你这么晚了不睡，就为了他？沈念现在是林家最大的筹码，你若把他关死了，万一谢重远那边出了什么变数，你手里连个能挟制他的东西都没有。爹，你说的真好，像个还在做官的人。可你忘了，谢重远已经被贬了，他回不来了。沈念现在就是个废棋，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高兴。爹，你被他那张脸骗了多少年了？他演了那么久的戏，你看了那么久，还没看够？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，你就在自己院子里好好待着，别管他的事。宋老爷回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踏出院子一步。外面的守卫换了3班，每班间隔大约1个多时辰。子时换防之后，脚步声会停大概1刻钟左右。教坊司3年，倒也让我学了些东西。这绳结的绑法，只要那个地方松动，不算难解。
太子殿下，边关粮草一事，臣已拟好了章程，不必再议了。林爱卿既然已有章程，不妨呈上来看看。章程已递到殿下案头3日了，殿下没看。孤这几日忙，还没来得及。殿下年轻，臣等愿替殿下分忧，一些小事就不必劳烦殿下亲阅了。林爱卿说的是，退朝吧。你猜我今天在朝堂上见了什么？那位太子殿下站在我面前，连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往前走1步，他就往后退2步。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。你以为谢重远能翻盘？你等的那个人已经完了，他救不了你，也没有人能救你。妹妹果然不老实，幸好我留了一手。走。下次想跑，记得跑快一点。饿吗？你求我一句，我就给你吃。你装吧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他还来，就说明外面还没有乱。老爷，少爷吩咐过，让林墨卿来见我。现在。
爹，你找我？你查过吗？谢崇远被贬，押送文书是哪一日到的北境？谁接的手？人到了哪里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查过没有？看来你的锁还是不够，我让人再加一刀。3日后，寅时，太子每日寅时会在东宫书房读书，身边只有2个进士。禁军统领是我们的人，只要他打开宫门，这份禅位诏书，他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万一太子提前得了风声，他得了风声又如何？太子在宫里连门都不敢出，谢崇远那个阎王不在，他能如何？3日后，尘埃落定。小姐，你还好吗？以前小姐待我不薄，赏过我衣裳，还替我挡过管事的责外，我不忍心看少爷这么虐待你。翠儿，外面怎么样了？少爷在召集人，说要3天后去宫里逼太子写什么诏书。翠儿，你帮我一个忙。不用传员，你只帮我传一句话到老爷的院子里就行。就说聂儿想见你最后一面。把门打开。老爷，乃少爷吩咐过。我说，把门打开。我林鹤鸣还没死。开门！叔叔，你来了。你心里知道，谢崇远被贬这件事不对，你只是不敢想。林墨卿要谋反了，叔叔，你知道谋反是什么罪吗？就算他成功了，你林家也背一辈子乱臣贼子的骂名，满朝上下天下百姓都会记住你们是反贼。你100年之后怎么面对林家的祖宗？林墨卿父子也该清算。去北境查谢崇远是否真到，沿途驿站押送文书有无记录。老爷，北境没有谢崇远的流放记录，沿途驿站没有一份押送文书上写着他的名字。他离开京城之后就消失了。老爷，像是有人故意把消息做成了他已离京的样子，但实际他人根本就没往北走。我们中计了。
他一直就没走，他在等。我就知道你会去找他。看在你是我爹的份上，我才让手下对你放松。你果然还是去了。谢重远不在北京，他没有被流放。他离开京城之后，人就消失了。沿途驿站没有一份押送文书上有他的名字。他是故意走的，故意让我们以为他失势了。他等的就是你动，你一动，太子那边就有了名目，我们林家就是谋反。你果然被他利用了，他说什么你都信。爹，你凭什么认定那些消息不是他编的？凭什么认定你的不是假消息？我派人查了3天，不是他告诉我的，是我自己查的。你听我一句，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你已经分不清真假了，你已经不是我爹了，你只是他手里牵着的一只风筝。别逼我！你不该来找我！带下去，找大夫。来，林大人，明日之后，这天下便是您说了算，林家必将如日中天。到时候还望公子不，还望新主提携一二。诸位放心，明日之后，你们的名字都会在史书上留下浓目重彩的一笔。一下，2下，3。小姐，快喝一口水。少爷在前面宴客，没人看着。小姐，少爷明天就要动手了。他说，天亮之后就没有留着你的必要了。跑不掉的，也不用跑。你回去吧，别被人发现。太子殿下，臣有一事相商。林爱卿，有事明日再议吧。明日？殿下觉得你还有明日吗？殿下，写吧。禅位诏书，写完了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写吧，别让晨晨动手，那就不体面了。城外，城外，城外有兵马！谢重远带着数不清的兵马往城门方向来了。什么？林爱卿，你方才说要让朕写什么？林墨卿，你以为
这满朝文武无人替姑说话，就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弹劾谢崇远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被贬了？你递上去的奏章，为什么皇上一个字都没驳回？因为那些弹劾是姑让人递的。谢崇远是姑从小就被宋出宫养着的亲弟弟，当今皇帝的次子，既在将军府名下养大，为的就是有这么一天。这些年，姑在明，他在暗，朝堂上姑示弱退让，装聋作哑，等的就是你们这些佞臣贼子自己把脖子伸到铡刀底下。既然今日我活不了，那就一起死！将军，林府上下已全部清空，朋党名录已交太子过目，朝中该拿的人一个没跑。林鹤鸣已经收押。你想怎么处置？烧了吧。10年前我进林府的时候是个冬天，我站在门口抬头看那块匾，觉得那座门好高，高到我永远都翻不出去。后来我确实没翻出去过。林府的门是锁着的，墙是高的，我试过每一次都被抓回来，可他今天没了。没了。走吧。我回来的时候想了一路，以前我觉得那条正确的路是清君侧，是铲奸佞，是还天下一个清明。可我坐在马背上想了一夜，
发现那条路的尽头站的是你。那我就站久一点，站到你走不动了，我再走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谢重远，从今以往，风雪皆作清欢。